逼自己1个月学会 Canva UI 视频生成，前198集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3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 Canva UI 视频生成。这应该是抖音巨良心的 Canva UI 入门教程了，专为新手小白录制，相关的 AI 工具整合包以及全套工作流都已经打包好了，有需要的同学666暴走不懈。秋叶 Canva UI 3.0 版正式更新，核心升级至 PyTorch 2.9.1 与 CUDA 13。这次更新不只是版本号的变动，而是彻底重构了显存调度，让 8G 显存的平民卡也能轻松驾驭超长视频渲染。看这个 AI 视频生成例子，在 3.1 内核驱动下，光影的连续性和画面的稳定性提升了 40%， 即便生成10秒以上的连贯动作，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崩坏，渲染效率比旧版本快了近1倍。再看这组商业海报生成，内置了全新的高阶工作流，从模特建模到光影重构，全部在本地一键直达。你可以看到皮肤质感和产品边缘的锐度已经完全达到了商用印刷的标准，成本直接归零。自带原生全中文界面，同时自带337个最新 AI 工作流，跳过所有报错环节，全套安装包已在评论区解压级运行。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康复 UI 教学。那么这节课是第2节，咱们一起来学习康复 UI 最基本的框架以及最基础的生图工作流。在开始之前，关于如何安装康复 UI 这一点，咱们提一下。鉴于现在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安装教程，那我这边也就不再过多赘述了，咱们待会直接切入主题。不过呢，想要本套课程安装包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内获取。OK， 在咱们安装并打开康复 UI 之后，我相信大家跟我看到的都是一样，都是这个默认的工作流界面。咱们现在滑动鼠标，它的滚轮，就可以发现，咱可以利用滚轮进行放大或缩小，对吧？接着现在我们按住鼠标滚轮，按下去，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拖动屏幕了？好，那么恭喜你掌握了2种最基本的操作方式。接着咱们看到这个工作流，它是不是由一个一个的节点构成的？啥是节点呢？这一个咱们称为节点，那这一个呢，我们也称为节点，这一个也是节点，这个也是，对吧？那节点与节点之间，它们通过线连接，咱们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个粉色的按钮要连哪儿啊？连的是另外一个节点的粉色按钮。继续看，比方说像这个什么列印解码的这个图像啊，蓝色按钮，那它连接的也是这个保存图像的蓝色按钮。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最基本的节点与节点之间是如何连接的，稍微参透了一点点。在继续深入之前，我们先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执行，点击一下，那么这个东西就好像咱们的松图按钮，点击了之后等待个几秒到数十秒啊，这个等待时间就会由小伙伴们的设备来决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生成了一张图像，对吧？那么生成这张图像的速度和大家的显卡性能有关，我这边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至少要3060级以上啊。当然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好的硬件设备，我们也可以用云端嘛，对吧？比方说现在什么力湾 AI 什么端脑之类的，有很多可以在线生图的平台，那这个我们放在第5节课中会提到。接着我们重新回到这张图片，咱们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装着星云装着紫色森林的瓶子，以及它的背景是树林，对吧？问题来了，凭什么它生成的内容是这些，而不是一头大象或者说一只小猫呢？那这边呢，咱们就要看到正向提示词。啥是正向提示词啊？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正面条件，那正面条件这根线连出去的这个框框，这个叫做什么 CLIP 文本编码器，咱们称之为 Clip 文本编码器。那么在这边输入的内容就被称为正向提示词内容，也就是我们想要什么就在这边输入什么。咱们可以来做个简单的小实验，大家看，我们把这些词汇啊给删去，然后输入一座花园。注意啊，这边一定要输入的是英文，如果是中文的话，那么电脑将无法识别，从而生成错乱的图片。好，那么在我们输入完一座花园之后，就点击执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图像是不是成功变成了花园呢？简直是像魔法一般神奇。那当然现在我们称之为魔法是因为不懂背后的运行逻辑嘛。
等到我们学完第3、第4节课，也就是 AI 生图背后的运行原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一切不是魔法，而是科学的结晶。好的，那么在我们说完正向提示词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对甲，叫做反向提示词，也称为负向提示词。想想在哪输入啊？看到正面条件的下面有一个负面条件，那么当然就是在这儿所连线的框框，也就是这个克里普文本编码器输入咱们的负向提示词。 OK，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正向提示词非常好理解嘛，咱们刚才这个就是想要什么就输入什么，那负向提示词呢该怎么理解？其实和刚刚说的相反，就是我们不想要什么就在负向提示词文本框内输入什么。UP主我还是不懂啊。好，我这边来举个小例子，比方咱们看到刚才生成这张图像吧，怎么样啊？是不是有非常多的花？有粉的、红的、紫的，各式各样。那如果我们现在不想要图片中的花占比这么多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负向提示词中输入花朵。那花朵怎么拼啊？就 flower 吧。当然，如果小伙伴们在语言上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用翻译嘛，对吧？比方这个有道翻译我就挺喜欢的，非常便捷啊。OK， 这边是纯推荐啊，不是广告。好，我们接下来就点击执行。现在咱们发现了没有？图片中花朵的元素是不是降低了很多？比方我们再次点击执行来看一下，对吧？经过2次实验，图片中的花朵确实是比例明显变少了，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消除。那这也正如我刚才所说，负面提示词啊，它所做的更多是消除我们输入的东西在画面中的比例，在画面中的权重，是吧？但是完全根除的话，这需要其他操作，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会提到。 OK， 那么现在学习完正负向提示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连接正负向提示词的这一个叫 K 采样器。那么它呀，我们可以理解成就好像人体的大脑，它控制的整个工作流。不难发现，基本上所有的节点都汇集到了 K 采样器里，然后这些所有的数据啊、参数啊汇聚到这儿之后，经过 K 采样器内部的运算，然后最终才得出了我们的 AI 图像。至于背后的生图逻辑，我们下一节第3节在文生图以及背后的运行原理中会详细展开。那么这边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就好。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 K 采样器啊，它有个叫做 latent 的东西啊，这个 latent 我们顺着粉色的线往下看，连到了一个叫空 latent 的节点。大家看看这空 latent 它是干啥用的呀？我相信关于这个名词不能说100%吧，99%的小伙伴应该都是非常的困惑的。好，那么我们在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咱们一起来研究一下。首先它拥有3个参数嘛，分别是宽度、高度还有批次大小，对吧？那现在是不是豁然开朗？这个节点呢，就是控制我们最终生成图像尺寸啊、比例啊、图片整体像素的一个节点。比如我们把这宽度给改成768，相当于此时的宽高比为2:3吗？然后咱们点击执行，怎么样啊？最终生图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就被修改成了竖屏比例？那么同样的，比方我们把这个宽度给改成768，然后把高度改成512，此时咱们再点击执行，就可以看到图片也是非常顺利的变成了横屏比例。而关于最后一个参数，也就是 Conlate 的批次大小，这一个我们是不是还有点疑虑？好，那么咱们就来尝试一下吧。比方把它给改成个4吧，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待会才知道，咱们只管点击执行就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咱们看到这个保存图像节点的右下方出现了一个1/4，对吧？并且这边有个 Ctrl 按钮，咱们点击一下，发现原来啊，刚才的批次大小代表着一次性出多少张图片，对吧？像刚才我们设置成4，那么此时呢，也就是一次性出了4张图片。比方说我们在需要进行大批量生图的时候，或者说在测试某一个参数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onlate 的批次给调高一些。不过如果说批次大小过高，比方说30、40甚至是100，
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报显存的情况。如果大家不幸遇到了报显存，那么我们重启一下 Comfy UI 就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咱们已经把正向提示词还有反向提示词的文本编码器都讲了吗？以及 K 采样器 Click 也讲了，还有哪个没讲呢？那就是 Checkpoint 加载器嘛。咱们把目光看到这儿，可以发现啊，它是不是有点像一切的源头？非常多的线都连到了这个节点上，这代表着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确实，我们在 Checkpoint 加载器里面加载的就是大模型啊。我相信这个名词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那么啥是大模型呢？咱们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大模型可以控制整体的出图基调。比方说，有的大模型是全能系，有的大模型是真实系，有的大模型是动漫系。咱们现在把大模型给换成一个动漫类大模型，接着什么参数都不用调，直接点击执行。来看一下，单单修改一个大模型会对我们最终出图效果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好的，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图片啊是不是整体风格都变成了偏动漫或者说非写实的风格。那么我们现在重新看到大模型，咱现在再换一个真实的大模型吧，然后再点击执行，是不是感觉到画风一转啊，瞬间变成了写实风格。 OK， 这就是大模型的威力。非要比喻的话，可以把它想象成人体的意识。啥意思呢？如果我整天只想着色色的事情，那么我最终出图啊，咱们最终的成品必然也是和色色有关。那如果说我整天想的是非常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事情，那咱们的最终成品也必然会你懂吧 ？OK， 之后我们来看到这个 VE 解码，它呀就好像一个转换接头，可以把咱们的 latent 图像变成像素空间图像。那具体是啥意思？我们放在下节课去讲。接下来，比方说我们不小心把这个 VE 解码给删去了，对吧？删去了之后，我们该如何去添加呢？一共有多种方法，一个就是按 Ctrl+Z，那么就可以回到上一步的操作。好的，现在我们再把它给删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在 K 采样器的后边 later， 咱们把它给拖出来，然后松开鼠标，看到这个 VAE decode 怎么样啊？它是不是又重新出现了？接着我们只需要把它的图像与原来的保存图像相连，然后这个 VAE 又是个新名词，把这个 VAE 连接在哪？咱们可以找一找，哪有红色的输出呢？那就是 Checkpoint 加载器嘛。我知道小伙伴们现在可能有非常多困惑，但是都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本节课主要教的是基础的操作嘛。至于接下来的，比方说参数或者说它们背后的逻辑，我们会在后边揭晓。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完了第二种添加这个 VAE 解码的方法，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法是啥呢？我们可以双击界面。此时出现了一个搜索节点栏，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想要查找节点的名字，那咱们就搜 VAE 解码，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非常多的选项，对吧？咱们选择第一个可以看到 VAE 解码，点击一下，它就这么出现在了我们画面之中。接下来也是与其他几点相连，即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好的，那么第三种方法讲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种方法。我们同样的把鼠标放在空白处，按一下右键，接着看到这个添加节点按钮，点击一下，随后我们找到 later， 同样的点击一下后，就可以发现咱们的 VAE 解码在这边出现了，对吧？接下来只需要再次点击，那么它就重新出现在了工作流之中。不过我们也能发现这第四种方法非常的繁琐，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直接搜索即可。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五种方法我这边也说了，因为这节课是基础操作课嘛，咱们就把这些最基础的给讲透。我们把目光看到左边有一个像字典一样的东西点击一下，那么这个东西它是存放所有节点的地方。我们同样的可以在这边搜索节点，输入 VAE， 然后就可以看到各个节点包里面和 VAE， 也就是咱们相关输入的词汇有关的节点。那么我们也不难发现 VAE 解码在最上边，对吧？同样的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它又再次出现在了工作流之中。那么以上就是5种常见的加载节点的方式。而正如我刚才所说，咱们平时最方便最实用的方法就直接双击界面，然后搜索 VAE 即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
直接来到比方说像这个 latent 吧，拖出来，可以看到在这个这个 Comfy 的区域设置，在这里就可以调整相关语言了。当然你想要英语或中文或者说什么其他语言都行。那我这边K 采样器的后面，我们就压根看不见了，对吧？而节点一多，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节点之间相互遮挡的情况，从而增加我们构建工作流的难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节点不透明度，把它给设置成 0.4， 当然更低也行。那么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可以透过 K 采样器看到下边的 VAE 解码节点了，对吧？这样我们在构建工作流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愉快。OK， 咱们再讲一个小知识点，比方说吧，像我们刚才是不是新添了这一堆节点了？咱现在不想要了怎么办？我们当然可以一个一个节点的这样去删除，我们也可以摁住 Ctrl 键，然后再摁住鼠标左键，这样子就可以框选节点，接着再摁键盘上的 Delete 键，就可以做到区选删除。而同时，比方说我们现在区选这一套工作流，我想同时拖动这么多节点的话，直接摁住鼠标左键就可以进行整体拖动了。而如果说我们想生图的时候，我们除了直接点击执行，我们也可以摁
Ctrl 加 Enter 键，这样就可以做到快捷的图片生成。好的，那么以上啊就是关于本期的全部容了，知识点比较碎比较杂，可能需要吸收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在下一节课纹身图以及深层原理再见吧，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康复 UI 教学。那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纹身图以及它背后的生图逻辑。首先我们来到康复 UI 的界面，那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上节课的默认工作流。咱们之前啊是不是已经了解了这套工作流里面每一个节点的大概职能究竟是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他们究竟是如何完成他们这些职能的。比方说像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它是怎么做到把这个文字最终可以通过 K 采样器转化成相应图片。 OK， 首先我们看到这张，它呀是 AI 生图的最基本框架，从左边开始看起，分别有 prompt 以及 negative prompt。 啥意思呢？正向提示词以及负向提示词嘛。接着这两个东西会被传入到 AI 模型中，也就是 AI model， 在这里经过运算，最终生成了咱们想要的图像。完结。那这个确实是大体上正确的，非常笼统的概述咱们 AI 生图的逻辑。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正负向提示词看起吧。回到刚才的工作流，咱们可以看到正负向提示词输入在哪儿呢？Clip 文本编码器嘛。而这个文本编码器的 Clip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了能够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在这张图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堆英文啊。 OK， 不用害怕，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好吧？首先我们看到左上角这边呀，有咱们稍微熟悉一点的东西，啥呢？可以看到分别有什么 Mountain Landscape， 什么 Astronaut Riding a Horse， 什么 Integrity Goldfish。 那这些东西不就是我们的正向提示词吗？对吧？比方说像第一个就是与山有关的景观，那第二个就是宇航员骑了一匹马嘛。接着我们顺着后面的箭头看到他们被送往了哪儿呢？他们被送往了一个叫做 Transformer 的东西，而这个 Transformer 它出自于2017年一篇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那么这篇论文也是 AI 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不过我们这边先不展开来讲。回到刚才的图片，具体它是干啥用的呢？这个 Transformer， 在弄懂这个之前，我们可以来看看 Transformer 后面这个箭头输出了个啥？输出了一堆数字还有中括号，对吧？那这一些咱们看到它们呢代表的是叫做特征向量，所以我们 Transformer 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输入的文本通过特定的方式给转变成了这个特征向量。有小伙伴可能会说啊，这一步有什么意义吗？当然还有，咱们计算机啊在处理文本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费劲的。就好比我现在让你翻译一大段英文，就好比我现在对你说，你长得真的是跟一个姓彭名玉燕的人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彭于晏，对哦，没错，你长得和彭于晏很像。或者我直接说，哇，你长得真帅。我问你哪一个更简洁明了，更容易让你一瞬间就懂？那肯定是第二句话嘛，直接夸你帅。虽然可能第一句话听起来更好听，但是对于电脑也是这样的。你是觉得让电脑去识别并处理一大段英文或中文容易，还是让它处理一段蕴含着这些文本信息的数字容易？那毋庸置疑，绝对是处理数字对电脑来说更容易一些。OK， 那么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在其中就扮演着类似于转换器一样的作用，它识别文本并把它们转化成特征向量，这就是它最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一套流程中，这些就是属于 Clip 模型所包含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的图片，还记得刚才的流程吗？咱们在文本编码器内输入完文字后，会由 Transformer 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特定向量。而特定向量就好像一个蕴含着非常多信息的浓缩小盒子啊，它就像个小压缩包。那这个压缩包呢，它被传入到了哪？它被传入到了这个 K 采样器里，最终在 K 采样器内进行相关运算。那具体的流程我们待会也会提到。好的，我们回到刚才这张图片。那么之前讲了上半部分叫做文本编码，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文本转化成特征向量，也就是把它给简化。那下半部分叫做图像编码，咱们看到左下角是不是有一堆图片呢？那这些图片呢，咱们称它们为训练集。大家可以想想看，咱们康复 UI 工作流中哪里会包含着训练集呢？那必然就是咱们大模型了嘛， Diffusion Model 扩散模型。比方说有大模型是二次元风格，那必然它的训练集大部分内容都是用的二次元图片来进行训练。如果说大模型是写实风格，那必然它的训练集中包含着大量的真实系图片。好了，接下来我们顺着这个训练集往后看，可以看到它一共连了两个箭头，对吧？分别是什么 VIT 和 ResNet。 那这两个呢并不是同时进行的，注意这边代表的意思是有的Clip 模型用的是 VIT 架构，有的 Clip 模型用的是 ResNet 架构。但是不管 Clip 包含的是 VIT 或者 ResNet， 它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训练集干嘛呀？转化成特征向量。和刚才的文本编码是不是有点像？
目的呢都是为了简化咱们的信息，让信息更好的去进行处理以及匹配嘛。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 Clip 模型要做2个部分呢？对吧？上边的处理完文本之后，那下边的这个图像，该怎么进行配合啊 ？OK，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文本编码和图像编码是怎么进行配合的。比方说，我现在画一个 XY 轴，好吧？然后这个位置代表的就是与猫有关的特征，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了这些特征向量之后，就可以让 AI 知道猫是猫，狗是狗啊，在这个位置代表的是人。此时啊，如果我想生成一张猫娘的图片，对吧？那么这个猫娘的位置应该在哪儿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必然就是在这个猫与人之间的范围，对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这个猫的影响范围是这么大，然后这个人呢，影响范围是这么大，那么我们的目标啊，也就是猫娘，那必然就是在它们这2个的交集范围内，对吧？而刚才我们的图片编码作用就是锚定这个猫还有人它们在特征向量中的位置，从而让文本编码器编码之后的特征向量套用到图片编码之后特征向量的框架内。 OK， 我们还是回到这张图片，现在一起来总结一下，咱们的 Clip 模型一共包含着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那肯定有一个 Transformer 模型以及 VEIT 或者 ResNet 模型啊，这2个是2者其一。而 Clip 模型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了干嘛？识别文字，让文字转化成特征向量，对吧？方便咱们电脑去理解。同时呢，它又用图像编码，干嘛呀？制定了一个有关特征向量的框架，让电脑知道猫是猫，狗是狗。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还是有些小伙伴比较懵，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工作流。OK， 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咱们的训练集也就是大模型嘛，包含在 checkpoint 内。那 checkpoint 会干嘛呀？看着这个 clip 的连线，它会经过 clip， 然后制定好一个框架，对吧？制定好一个 XY 坐标轴，那制定好了坐标轴之后，我们输入的文本就会经过 clip 模型变为特征向量，对吧？那特征向量就会套用在咱们的这个 XY 轴上，而这一切套用的过程是在背后的 K 采样器内发生的。OK， 在我们讲完了理论知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吧。讲点难度低一些的。我们把目光锁定在 K 采样器上，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参数啊，比方说什么随机种、运行后操作、什么部署 CFG 的采样器调度器降噪，一共有7种参数。那首先我们从随机种讲起，这一个它就好像图片的身份证号，比方说我现在把这个随机种给出一串数字吧，6666，接着这个运行后操作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次生图之后啊，这个随机种是固定呢还是变化，是增加还是减小？那这边我们把它给设置成固定。好，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执行。 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张图片是长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在不改变随机种以及其他任何参数的情况下再次点击执行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工作流会压根不动，因为呢它们所生成的图片是完全一样的。那至于这个随机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像一个身份证一样与图片进行绑定，我们稍后会讲。接着我们看到下面的步数，那这个步数它代表的就是降噪的次数，迭代一共分了多少步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它在生图的过程就好像给一块脏玻璃用抹布进行擦拭。当然你擦拭的越多，那么图片也会越清晰，细节也会越多，对吧？那这边我们步数设置成20，就相当于给这块肮脏的玻璃擦了20下。那如果说我们把步数给设置成5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咱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怎么样啊？是不是细节明显比刚才少了很多？那如果说我们更低，把这个步数设置成2的话，咱们再次点击执行，咱们可以看到图片是不是一片模糊啊？那反之同理，如果我们步数设置成40，那么此时咱们这一块玻璃就会被擦得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那细节纹理都会多非常多。当然过高的步数不总是好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一块玻璃你说擦100次跟擦200次有很大的区别吗？没有啊，基本上所有的灰尘都被擦干净了嘛。咱们康复院也一样，步数一般到了40步往上就不会有过多的变化。比方我们现在看一下，把步数设置成60步吧，来点击生图，怎么样？是不是和刚才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却增加了50%的生图时间，对吧？因为它多了20步嘛，我们原来是40步，步数越多，那么生图时间也会越久。而我们一般生图把步数设置在20到30步之间即可，我这边就设置了25步。那下面的 CFG 值又是个新东西嘛，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控制咱们最终图像与提示词的匹配程度。那比方说咱们 CFG 值越高，则代表着咱们最终生成的图像与关键词也就越匹配，意思也就越相近。那如果说我们的 CFG 值过低的话，
就会让 AI 有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意思也就是与关键词匹配程度也会下降。比方我们把这个 CFG 值设置成4来点击生图，咱们可以发现最终图像怎么样啊？感觉整体色调变灰了，对吧？那这也是 CFG 值过低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我这边因为输入的元素不是很多，当我们输入提示词，比方说20个、30个的时候，那么 CFG 值的表现会更为明显。那此时如果我们继续把 CFG 值降低，比方说设置成1，我们来看一下会带来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图像变得更灰了，对吧？并且图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形。当然我们 CFG 值过高也会有不好的影响，比方我们设置成15吧，点击执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的出图质量怎么样？很糟糕，感觉它清晰度远远比 CFG 值为7为8的时候要低得多。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咱们把此时的 CFG 值设置为7，也就是一个正常值，再次点击执行。那么现在咱们的这个紫色星云屏又恢复了原有的清晰度，对吧？而我们在正常的生图过程中 CFG 值一般设置为5到8即可，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看到采样器与调度器，那么这边我们一般选择的是采样器，点开来看到 DPM PPRM 或者 DPM PPRM NCE 这2款采样器是大家测试下来相对而言效果比较好的，咱们直接无脑选即可。除了遇到某一些特别说明的大模型啊，就说我这一款大模型只能用 Uli 采样器，用某某调度器，确实是有这样大模型，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用 DPM PPRM 好吧。那调度器的话，我们一般选择的是这个叫做 Keras。至于下面的这个降噪，我们放在下一节课图生图中会涉及到，咱们之后再讲。那么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有些疑问了，比方说这个采样器跟调度器它们到底是干啥用的呀？还有为什么这个随机种可以像身份证号一样控制咱们的图像呢？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OK， 那么这是一张更为详细的 AI 生图流程。刚才我们看的只是关于 clip 的嘛，那现在这个是全流程。先看到左上角，那么这边我们在输入完 prompt， 也就是关键词之后，会被发送到 clip 模型嘛。那么刚才具体的流程已经阐述过了，之后再由这个 clip 模型把咱们的文本转化为下面的这个 text embedding 啊，这个文本嵌入这个特征向量。那么这一组更易于电脑处理的数字信息就会被发送到这个叫做 Unit 中，又是个新名词，对吧？但是其实啊，咱们看到这儿，这边这一大块的所有内容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 K 采样器，明白了吗？这一大块的所有内容啊，都是在 K 采样器内完成的。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特征向量被发送到 Unit 之后会进行什么操作呢？会降噪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的噪声从哪来？大家都知道咱们 Stable Diffusion 用的叫做 Diffusion 模型，也就是扩散模型，而扩散模型的运行机制就是为噪声图像不断的降噪，从而生成咱们的目标图像，也就是一个较为清晰的图像。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噪声的添加了，以及咱们这个画布的大小，对吧？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叫做 Gaussian Noise， 也就是高斯噪声，那么这是一种无规律的噪声，而这个所谓的高斯噪声，它们具体的分布规律就由咱们的种子值，也就是随机种子来决定。不同的随机种子会添加不同的高斯噪声，从而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生成的图像了。那么这就好像他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啊，不同的精子与卵子结合之后，咱们生出来的 BB 整个人生轨迹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对吧？也就好像蝴蝶效应一样。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噪声添加已经处理完了，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画布大小吧。我们上节课是不提到了空 latent 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高斯噪声被发送到了下边的 latent， 而这个 latent 的大小我们可以在空 latent 中设置，我们简单的把它给理解成画布大小就行。那比方说我这个画布大小啊，我就规定了它是一个正方形，那么噪声呢也只会在这个正方形内添加，对吧？ OK， 那么之后啊，这个结合了高斯噪声之后的 latent 图像就在这个 Unit 中与什么呀？与我们的特征向量进行结合，而 Unit 的作用就是预测下一步降噪的图像以及减少噪声。那么之后我们也看到了 Unit 降噪完之后，被降噪的 latent 图像就发送到了这一步，而这一步如果说我们循环 PC 是20次的话，那么就将经过这一个循环个20次。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橙色的内容，对吧？那么这个代表的就是调度器和采样器，其中调度器的作用就是控制降噪的方法，而采样器的作用就是控制降噪的程度。 OK， 于是啊，我们就这样子降噪之后，经过了我们设置的迭代步数，比方说25次吧，那么就是降噪了25次之后，咱们得出的这个 latent 图像就会被发送往 VAE， 而这个 VAE 啊就好像一个转换插头，它可以把我们的 latent 图像变为像素空间图像，也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图像，那么最终就被解码出了咱们能看见的这个狗狗图片，对
对吧 ？OK， 那么在这一整套工作流中，我们的 Clip 模型，还有这个 Unit 模型以及 VAE， 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我们的大模型，也就是 Diffusion 模型提供的。我们回到刚才的 Comfy UI 工作流 ，OK， 我们来瞅一瞅这个 Checkpoint 加7，它是不是有3个输出，分别是模型输出、Clip 输出以及 VE 输出。那这个模型输出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这个 Unit 嘛，对吧？我们刚才介绍的 Unit 模型，而这个 Unit 模型呢，会在咱们的 K 采样器内配合我们的特征向量啊，咱们 Clip 文本编码器输入进来的特征向量来进行降噪。之后再由这个 VAE 解码器，这个转换插头输出成咱们能看见的像素空间图像。OK， 比方说现在我们来一个2次元系大模型吧，选择这一个动漫 Primix， 接着我们来书写一下提示词。咱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我们书写提示词的时候，要先写质量词汇，再写主体，再写氛围词汇。那么啥是质量词汇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在正向提示词中，我们要输入的是我们想生成的内容，对吧？但如果说我们输入的为高质量、高清壁纸、杰作、极致的细节，类似于这些词汇，那么咱们的 Clip 模型就会知道，你想要的是这一个范围内的词汇啊。比方说，你想要的是非常清晰并且具有丰富细节的词汇，对吧？然后它就会在这个范围内帮助你去寻找符合条件的。所以这边我们一起来输入吧。咱们先打开翻译器，然后输入杰作、高质量、极致的细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输入我们想要的主体内容，比方说一个女孩，双马尾，蓝色头发，校服。那输完主体之后，我们就来输入氛围词汇，或者说是环境词汇，比如教室、背景、动漫风格。OK， 随后咱们翻译一下，粘贴进我们的文本编码器。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是先输入质量词汇，再输入主体，再输入范围词汇呢？因为我们越靠前的词汇，它的权重、它的比重也就越高，在整体内容的呈现上也会占比更大。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输入一些反向质量词，啥意思啊？如果说我们在反向提示词内输入的是模糊、混乱、低质量，类似于这些词汇，传达的意思不就是我们不想要模糊，我们不想要低质量的图片，我们不想要混乱的图片，对吧？而这边有玩家把这些负面词汇都整合成了一个词组包，我们只需要输入 easy negative， 随后选择这个 embedding easy negative 即可。那我们来看一下有质量词汇以及没添加质量词汇差别有多么夸张。好的，我们回到刚才的内容。那么现在在我们输入完正负向提示词之后，咱们就点击执行吧。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图片完全变成了动漫风格，对吧？造成这样的原因有2种，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关键词了，因为我们输入了动漫风格，而其二是我们的大模型，这个动漫 Paramax 大模型，它本身的训练集中绝大多数都是动漫数据集，而它所预测的降噪之后的图像也必然是和动漫有关的，所以我们最终生成的图像呢，才呈现出这种非常自然的动漫风格。而咱们的 Conlater 它负责的就是限制了我们 Later 图片的大小，比方说就这么大是一张正方形尺寸的图片，之后在我们的随机种所对应的高噪声给它添加上，对吧？比方说是这个样式的噪声图像。好，那么添加完噪声之后，咱们的 Unit 模型就会为这张图片来进行降噪，当然降噪的同时会结合着我们的 Clip 文本编码器输入的特征向量，对吧？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你想降噪之后生成的图像是啥，是一匹马呢，还是一个动漫女生，这都是由我们关键词决定的，对吧？而 Unit 只是为了让我们降噪的图片尽可能的往那个方向去靠拢。OK， 我知道本集课的内容非常的干，但是我相信学会了这些之后，对于我们后续节点的理解、模型的学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一起来看一下图生图以及它背后的运行逻辑吧，咱们就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这一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图生图工作流的搭建以及它的背后运行逻辑。首先我们还是来到 Comfy UI 的默认工作流，那接下来该如何去搭建最基本的图生图？首先我们看到 Conversion， 咱们把它给删去，然后在这 K 采样器的一横输入拖出来，然后选择 VAE 编码。随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VAE 编码，它一共有2个输入，分别是图像以及 VAE 模型。那我们来看看 VAE 连哪呀？那么这一整套工作流里面是不是只有 Checkpoint 有 VAE 的输出？所以我们连到这儿。那接着这个图像我们拖出来，加在图像节点。好的，那么至此咱们的图生图工作流就这么完成了。其实和最基本的文生图非常相近，只不过多了一个图像输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该怎么使用吧。比方说我这边上传一张金发双马尾少女，接着我们把正向提示词给稍微编写一下，记得先写质量词汇，比方说杰作、高质量，然后再写主体，主体的话我们就来个 one girl 吧。
一个女孩。好的，写这么多负向提示词，我们还是来一个 easy negative 这一个负向提示词词组包。咱们把大模型先换成一个动漫类大模型，选择动漫 Prime Mix， 当然其他的也行。接着我们直接点击生成，我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张图像吧，你说它和我们的上传图片有什么关系？其实近乎于没有关系，对吧？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边我们就需要看到可以采样系内的降噪值，这个降噪值啊就控制着原始噪声添加的比例。比方说现在降噪值为1吧，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输入的这张图像它上边会布满了降噪值。那大家可以想想，这和我们输入一张纯噪声图像有什么区别吗？完全没区别。那反之，如果我们降噪值为0的话，会发生什么现象？咱们先跑一次，现在可以看到，此时啊，咱们的生成图像和原图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是因为对于我们输入的图像，因为降噪值为0的缘故，导致一个噪点都没添加。那大家可以想想，我们 diffusion 模型，对吧？咱们 subfusion 运行的原理就是给图像不断的降噪，从而生成新的内容。但现在我们一个噪点都没有，咱们从哪去降噪啊？对吧？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就和我们原图完全一样了。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降噪值给设置成 0.5 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神奇变化。此时发现了没有？它和我们的原图怎么样啊？是不是非常的近似，对吧？比方说像这个金色双马尾以及它的红色蝴蝶结，那么这就是降噪值所带来的影响。OK， 现在我把随机种给固定一下，然后换一组总之值，我们再跑一次试试。OK， 那么我们第二次生图还是和原图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对吧？比方说整个人物的姿势以及他的发型、发色还有服装。而我们在正常的生图流程中，降噪值为 0.35 到 0.6 之间，咱们生成的图像就会和原图较为近似。而如果设置的是 0.6 甚至是 0.75 级以上，那么我们就将赋予 AI 更多的想象空间以及自由发挥空间，对吧？比方说我们把降噪值设置成 0.7， 然后再次生图，咱们可以看得到最终图像和原图是越来越不近似了。不过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小问题啊，这个是题外话。什么问题呢？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松图怎么感觉总是灰蒙蒙的？比方说我现在在换一组种子值再次生成，对吧？感觉到这个色彩不是很鲜艳，怎么回事？这其实和我们的 VAE 有关。上节课我们提到了 VAE 一般是由咱们大模型所提供，但有时候吧，大模型它匹配的 VAE 啊不是特别好，还不如一些社区玩家所发布的 VAE。比方说像这个 Prime Mix 吧，我用的这款大模型，它自带的 VAE 表现出的色彩不是那么的理想，那怎么办？我们先把 VAE 解码以及 VAE 编码的连线给断开，然后我们再随便一个 VAE 解码或 VAE 编码都行 VAE 节点轴拖出来，加载一个 VAE 模型加载器。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加载器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同的 VAE 模型。那这边因为我们生成的是动漫类图片嘛，所以选择这个 Anime VAE 动漫 VAE， 接着再把它和 VAE 解码与 VAE 编码相连。此时我们再跑一下，大家可以发现是不是图片瞬间就变得鲜亮了。好，那么解决完这个小问题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降噪值。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有点疑惑，这个降噪值它究竟是怎么做到让生成图片与原图近似或不近似呢？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生图的完整逻辑。在我们图生图工作流中，不同于文生图的是，它一共输入了2种信息，一种呢就是图片的信息，一种呢就是文本的信息。刚才我们不是编写了提示词吗？对吧？而在我们上节课所讲的文生图中，只有一种文本编码信息。 OK，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把咱们的图片信息给编码成易于电脑处理的相关信息流呢？这边我们用到的就是 VAE 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三角形啊，意思是 VAE 编码器，它的作用是可以把我们输入的图片给降维成浅空间图像，而这一些浅空间图像不同于像素空间图像，它们是看不见的，同时呢尺寸也会更小，更易于电脑去处理。那之后 VAE 编码器会把这些编码之后的浅空间图像给发送到 K 采样器，在 K 采样器中我们来看看它会干嘛呀？它会添加噪声，对吧？ Add noise。 而这一个添加噪声到底该添加多少呢？这边就是我们降噪值所控制的了。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我们降噪值为1，就相当于为我们输入的这张浅空间图像直接噪声加满，对吧？整张都是咱们所添加的噪声，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和一张纯噪声图片没有任何区别。同时如果噪声值为 0.5 吧，那可能就会添加噪声的幅度就不会很大，对吧？零零星星的。
好的，在添加完噪声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latent 图像就会被发送到咱们的 Unit 模型中进行降噪嘛。那么这等同于纹身图的什么呢？空 latent 输入呗，对不对？只不过此时的空 latent 是有内容的，而不是一个完全空白的 latent 图像，也就是前空间图像。咱们上节课所运用到工作流的空 latent， 意思就是直接输入一张没有任何内容的前空间图像。不过呢，尺寸是我们自己定嘛，对吧？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图生图工作流。一张有内容的浅空间图像被发送往了 Unity 模型中进行降噪，还需要什么元素啊？当然就是我们的特征向量嘛，这个 test embedding 也会掺一脚来指导咱们这个图像的生成，来指导降噪的走向，对吧？比方说我想生成的是一个紫色头发的女孩，那么它就会结合着我们输入的前空间图像一起来完成降噪，不断的去往这个紫发女孩的方向去靠。 OK， 那之后也是就进入到了我们上节课所介绍的降噪啊迭代流程。那经过咱们采样步数的次数迭代降噪之后，咱们的优链模型啊就会把处理完的浅空间图像发往 VAE 解码器。因为我们是看不见浅空间图像的嘛，所以它必须要有个转换接头来把浅空间变成像素空间图像。那之后咱们的 VE 解码器就会把之前的所有信息内容解码成最终生成的 AI 图像。我知道啊，这么听起来可能晕晕，咱们结合着康复 UI 工作流一起来看一看。比方说像这一套简单的工作流吧，咱们的图片输入是啥？那答案就是在图像的这张金发双马尾了，对吧？而咱们的文本输入呢，就是咱们的正负向提示词。这两个啊，他们会经过 Clip 模型给编码成蕴含着很多信息的特征向量，对吧？这个小盒子会被发送往 K 采样器，被发往了 K 采样器。而同时呢，这个小盒子将结合着我们这个原始图像经过 V 编码之后，再加上噪声的图像，对吧？比方说 0.7， 加了一些噪声，然后一同在 K 采样器内进行降噪。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K 采样器有一个 later 输出，那么这个 later 输出就会把我们之前的 later 图像，也就是前空间图像发送到 VE 解码器，从而完成前空间到像素空间的转换。 OK， 比方说吧，我们现在关键词加一个粉色头发 pink hair， 然后把降噪改成 0.65， 步数设置为25步， CFG 值为 6.5，然后采样器和调度器我们上节课也介绍过，咱们一般采样用的是 DPN 加 2n， 也是 DPN PP2n， 调度器一般用的是 Keras， 然后点击执行。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家发现了吗？图片是不是尽量的往这个粉色的头发女孩方向去靠，对吧？咱们再把这个降噪值往下调，比方说 0.5， 接着再次跑图，咱们就可以发现，因为降噪值较低的缘故，咱们的生成图片就会和原图更为近似，所以改动的幅度不会过大。但是咱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像这张图片，它的头发确实蒙上了一层粉色，甚至是它的眼睛也变成粉色了，对吧？那么这就是降噪值结合着文本与图像输入共同造就的结果。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以上的理论知识给转换成一个有趣的动漫转真人小案例。怎么做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咱们降噪值是不是可以控制生成图像与原图的近似程度？而我们的最终图片生成的整体风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呀？一共有2种，第一种是提示词，而第二种是最为关键的大模型。要注意，大模型的影响可比提示词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这边直接把大模型给选择一个写实大模型，然后我们在关键词的结尾加上一个写实风格 realistic style， 接着把 VAE 加载器的 VAE 给替换一下，换成这一个 SCXL VAE， 随后开始生成。 OK， 我们可以看到啊，图片的风格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但是程度还不够，并且我们得把刚才的这个粉色头发关键词给删去，不然会影响输出效果。那既然这个风格转变程度不够的话，我们就提高降噪值嘛，让 AI 去发挥更多的想象力。咱们直接先设置为一个 0.65 吧，然后 Ctrl 加 Enter 快速生成。 OK， 那么现在感觉又有点太过了，对吧？它和原图相似度太低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去调整咱们的降噪值，直到为一个较为合适的数值为止。 OK， 就这样我们成功把这张动漫图片通过简单的图生图降噪的方式就变成了一张写实风格图片。那么这个方法也可以算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种风格转换方法。后续我们会学习更多进阶内容，让图片变得更为可控，比方说像咱们生成图片的姿势啊、面部表情啊、它的线条、背景深度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后续的 controller 来进行控制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期的图生图教学，我们下节课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之前所用到的这一些模型去哪找，以及 AIGC 的相关网站都有哪一些。好，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Hello， 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GC 的相关网站。那么待会我们会介绍3个国内常用网站以及4个国外的主流网站。那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国内最大的 AI 绘画平台 Leap AI。这个网站呢，集合了模型的下载、工作流模板、图片集、在线生图诸多功能，全方面涵盖了 AI 绘画有关的一切。那首先我们在主界面看到的这些图片啊，它们分别代表着大模型或是 LoRA。关于 LoRA 我相信有部分小伙伴可能还不太清楚，那么我简单解释一下， LoRA 就相当于小模型，它的体积没有大模型这么大，比方说可能只有几十米几百面，但是它却能基于大模型去改变最终生图的风格，或者是聚焦于某一角色的特定形象。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最近那个哪吒不是超级火爆吗？都冲进全球排行前10了。那么我们想生成一张哪吒的图片，咱们搜索哪吒，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在 Leap AI 网站内提供了非常多和哪吒有关的 LoRA， 比方说像哪吒本人以及电影中的一些配角或是男二。OK，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LoRA 的详情页去看一下使用这个 LoRA 具体需要注意哪一些参数。同时我们可以往下滑看到反图区，那么这边呢有其他玩家用该 LoRA 生成的图像，其实有点像Go软件的评论区，在这边我们可以客观的去评判这一款 LoRA 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它的效果 O 不 OK。 那同时呢，比方说我觉得这张图片吧很不错，那么咱们可以点击一下，随后在这边就可以复制它的一些相关参数，比方说提示词或者具体用了什么模型什么 LoRA 都可以一一套用。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到 Leap AI 的主界面，这边还提供了非常多风格的模型或者 logo。 我们看到这儿有动漫、写实、插画、电商、建筑等等等等，种类非常多。那么该网站也是收集了10万加的模型，基本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款，而我们的大模型一般存放在这个路径内， LoRA 咱们一般放在这个路径内。OK，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作品灵感界面，在这边可以看到其他玩家所生成的美图。如果说我们看中了哪一款，我们也可以像刚才的操作一样，点击该图片，随后复制相关参数。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左边有个工作流，那么在这边会提供和康复 UI 有关的案例工作流，应有尽有，数量也是非常庞大。比方说像什么文物修复、电商产品图、换背景、人物写真等等等等。那么在下边我们可以在 Leap AI 官网内进行在线生图，我相信有的小伙伴肯定电脑配置这一关过不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在线生图平台以完成我们的生图目的。那么这个是 WebUI 端的在线生图，下边有一个 Carbon UI 端的在线生图。 OK， 咱们稍微看一下吧。打开节点目录，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节点，所以说使用效果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个网站，叫 NovelAI.dev。 那么在这儿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这边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法术解析选项，点击一下，咱们在这边可以上传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图片，从而反推出生成的参数。比方说我们拖一张图片进来，接着咱们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生图正向提示词以及反向提示词，还有他们用了什么采样器、什么调度模型、什么大模型、什么 LoRA， 包括 VE 模型，非常非常详细。 OK， 我们回到刚才的主界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点击这个 AI Guideline， 这是一个和刚才 Leap AI 有点像的 AI 社区，虽然说内容没有这么多，但是看起来会更有趣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UI 非常有异世界探险风格，对吧？比方说什么像康菲奥数、WebUI 魔法，而在线生图他们称为进入城堡，是吧？挺有意思的。咱们往下滑可以看到这边有其他玩家生成的图片，比方咱们点开一张吧，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一些详细信息，玩起来还是非常有趣的，是吧？它还评定了一个综合战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个国内网站，叫做 Promly。 这个网站专注于提示词的构建以及它们的可视化。啥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组图片都对应着一个提示词，比方这个什么蜂窝头，然后它给你展示这个蜂窝头发型是什么什么样子，或者说马尾、ponytail 英文以及图片样式都给大家展示出来。如果我们想要采用该提示词，只需要在该提示词的图片内点击一下，接着我们就可以在右下角看到它出现在了文本构建栏中。等我们构建完提示词，直接点击蓝色的复制提示词，即可把我们选用的所有内容给粘贴进咱们的 Common UI。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左上方，那这边有人物、服饰、画家、镜头、质感、环境、参数、建筑、室内，非常多的类型。仔细看可以发现，单单这个人物模块就已经有女性发型、男性发型、发色、脸部、眼睛、耳朵、嘴、皮肤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分类的非常详细啊。咱们点开一个质感来看看，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质感，比如晶莹铜铁、透明毛绒，各式各样。
都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展示的图片来看到该提示词的具体效果。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网站。OK， 咱们首先要介绍的是 Civit AI， 那这个和国内的 Lip AI 非常像，也是一个全能的AI 绘画平台，不过它目前还没有在线生成功能，但它的优势在于模型库非常庞大，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 AI 平台。咱们看到左上角点击 Model，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下载各式各样的大模型，或是 LoRa， 当然还有 ControlNet 模型、VAE 模型、IP Adapter 模型等等等等。那比方说像我们常用的 IsNegative， 我们来看看。那么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自助包进行下载，当然还能看到它的发布者所介绍的一些详细信息。那么除此之外，咱们的图片广场也会每天都进行更新。因为玩家数量众多的缘故，这些排名靠前的图片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总之一句话就是，如果咱们想找一款大模型，国内的 Lip 没有，那么我们就来到这个 Civit AI。如果还没有怎么办？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介绍2款更为专业的相关网站。那么第一个网站叫做 GitHub， 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代码存放网站，在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开源项目以及闭源项目。比方说像前阵子超火的 DeepSeek， 咱们可以在右上角这边搜索一下 DeepSeek，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和 DeepSeek 有关的内容。比方这个 DeepSeek RE， 点开了之后可以看到相关介绍以及模型参数的对比，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这边的链接去下载有关的开源模型。那现在网上不是各种各样的本地部署教程嘛，其实都是从这边进行模型下载的。OK， 接下来比方说咱们搜索 ComfyUI 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和 ComfyUI 有关的所有节点，而我们在 ComfyUI管理器内所下载的节点，99%都是来自于这个 GitHub 网站。我们甚至还可以在这边看到 Stable Diffusion 的源代码，咱们搜索一下 Stable Diffusion，OK，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 Stability AI 开源的 Stable Diffusion 代码，点开来，那么这边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介绍，咱们就不详细看了。总之啊，这个 GitHub 网站非常的全面。如果咱们想为 ComfyUI 添加什么节点，那么来到这个网站搜索下载准没错。那这边再提一嘴的是，如何进行下载呢？比方说，我们搜索一个简单节点吧，叫做 IP Adapter Plus。咱们点开我们的目标节点之后，看到 Code， 点击一下，随后我们就可以下载它的压缩包。那至于放置的路径，我们就可以在目标节点的说明书，也就是下面的这些内容里面去看，它具体的安装路径、下载路径究竟是在哪里？因为它是纯英文嘛，我们也可以用电脑自带的自动翻译，把它们都翻译成中文。好，我们接下来看和 GitHub 非常相似的另外一个网站，叫做 Hugging Face。那么这个网站呢，它主攻的方向是 AI 领域，和刚才的 GitHub 不一样 ，GitHub 是百花齐放，只要和计算机有关的都接纳。那 Hugging Face 呢，它除了专注于 AI 领域之外，它还专注于模型的存放。啥意思？比方说像刚才咱们搜索的 DeepSeek， 我们在这边搜索一下 DeepSeek， 咱们可以看到怎么回事啊？这个说明书如果大家有印象，可以发现它和刚才的 DeepSeek 说明书是一样的。那么事实上引用了 Hugging Face 的这篇说明书以及下载路径，也就是说，很多时候 GitHub 上的模型文件下载是需要跳转到 Hugging Face 的。当然，我特指的是 AIGC 领域。那至于如何下载，我们看到这个 FileSyn Version 文件及版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的一切模型。当然，前提是它开源才行啊。那咱比方说 Flux 模型不是效果非常好吗？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网站内进行下载，搜索 Flux， 看到第一个啊，黑暗森林工作室的 Flux， 点击一下，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 Flux 发布的最原始界面。而这一款 Flux 模型，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其他 AI 玩家修改调参的原生大模型。那这些说明书内容我就不带大家看了，我们看一下文件及版本吧。咱们可以看到这款 Flux 也就是完全体嘛， 23.8G。除此之外，像 ControlNet 有关模型以及 IP Adapter 有关模型，我们都可以在 Hugging Face 这个网站内进行下载。OK， 我们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个网站，名字叫 Draw Capture， 它也是存放在 Hugging Face 里面的一个项目。作用呢就是反推提示词。比方说我们上传一张图像，接着点击 Capture， 那么这个网站呢，它反推不是一般的强大。根据我们这张图片，它反推出了足足有3大段文字，而这一款提示词反推模型算是当今最优秀的一款，比什么 WD14 要强多了。不过它的功能也仅仅局限于这种，也就是提示词反推嘛。当然，在我们具体使用ComfyUI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着你认为好用的软件，取之所长，去其所短，获取你需要的内容。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期节目内容了，我们下期一起来看看如何进行高清放大吧。咱们就下期再见，拜拜。